郑丽文回台湾有没有讲一句话，说：“哎，这个赖清德为什么不能去非洲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赖清德不跟我郑丽文见面，所以习近平把你挡住了。”有没有讲过这种不要脸的话？有没有这种结果赖清德去非洲了，对不对？就胡说八道嘛，他就是个没有实力的骗子。郑丽文有本事来告老子，对不对？吴子嘉坐在这边骂你，你是骗子，你是小太妹，你要想当武则天，你来告我。可是我现在不懂的一点、这么简单，你看啊，你播出去一个字都不要跟我剪。他就跟古立言讲说，我现在手上控制这个预算，这个事情，你让我6月份到美国啊，我的接待规格要高过于卢秀燕的话，我就给你过关。就恐吓古立言啊，讲明的就是 AIT 告诉我的，对不对？你有本事你来告我，对不对？所以他坚持在卖更小灯秀气。我今天要求了，你结果打我一个脸，打我一个脸以后，他的反击就是我要把你打回去。可是你刚刚讲就变3800亿跑出来，所以这3800亿会冒出来重新复活的原因，是因为他求欢被拒，愤而行凶。在全世界，你要展现民意最重要的场合，那就是国会。所以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里面都有党团自主、国会自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台湾过去也一样，台湾过去不管你是国民党或是民进党，你对于党团内部的作为，你要高度的尊重，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些立法委员，你未来能不能当选，你能不能连任，关乎的都是人民的支持与否。所以你必须要倾听人民的声音，你跟人民不能脱节。这也就是党团自主里面一个最高的原则，这也是所有政党最高的原则。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跑政治30多年的一个时间，没有看过一个党主席，一个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他居然跟党团对着干。你不但是跟党团对着干，你还放了很多的假消息。现在为了到底要3800亿还是8000亿，两边吵得不可开交。郑丽文为了要强调他的正当性，他强调他的这个正确性，他说没有，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大多数都是支持3800亿，他个人也不会做任何的改变。但这是事实吗？完全不是事实，因为赖士葆已经讲了，郑丽文的说法跟现状有很大的差别。柯志恩也认为郑丽文讲的不是事实，更不用讲8000亿的提案人，我们看到徐巧芯也是不断的去强推他的8000亿。更夸张的是，我们最近才发现说，为了要证明郑丽文他的正当性，他居然还作假，他居然放假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上报出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讲说，在立法院里面有16个人，他是支持党版的3800亿，中间还有谁？包括了像王文威、像鲁明哲、像吕玉玲、像郑真诚、像这个所谓的邱正军、黄仁、马文君。当然，马文君我们是知道他支持3800亿的，可是刚刚讲的，我也误会了鲁明哲，居然讲说，这些人他们其实是暧昧，而且鲁明哲强调他是支持8000亿。你一个支持8000亿的立法委员，你居然放话说他去支持3800亿，过去任何的政党没有人敢这样做，没有人敢跟党团这样对干，没有人敢这样放假消息，没有人敢做这样的一个作为，结果郑丽文都干了。那很多人讲说，那郑丽文是在执行习近平的意志，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真的是习近平的意志的话，你不要说了8000亿，你3800亿都不应该通过啊。如果你是真的执行执行习近平的意志，你应该全面的推翻军售案呢？他又说只要美国提案，他就会过关，那不就完全违背习近平的意志吗？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兜了一圈以后，非常清楚，他没有别的，他其实是私心自用，他完全都是为了自己个人的政治前途、政治利益做打算，而且走到了今天很清楚的，如果他的3800亿破了，他的整个的权力基础就完全的破功，他完全破功了以后，他不但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没有权力的党主席，他有可能是整个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失能的党主席。而可怕的是，这样的一个失能的党主席有没有可能破罐破摔，而把国民党带入深渊之中呢？谈到这个话题，当然要找我的老朋友、好朋友，这个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嘉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董事长你好。大家好，各位网友大家好。好，董事长刚刚讲到，我跑政治那么久，党团自主一直都是一个我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你不管在党在野在朝，你的立法院都是民意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所以过去都讲，你党团自己的内部的意见要尊重。结果这一次我看到郑丽文最夸张的是说，他居然是跟党团对着干，
你今天丢了一个3800亿，党团有一个8000亿，现在我刚刚讲的地方诸侯也都说8000亿喽，他还要硬着干，硬着干也就算喽，你还去放话说哦，今天在立法院很多人去支持我的，多数人去支持3800亿，可这2天的在立法院的内部的声音非常清楚，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可大家问啊，你郑丽文怎么敢这个样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嘞？很好啊，宝杰问的问题是说，郑丽文哪来的底气？哪来的底气啊？我跟你讲，所以你们有经验嘛，是吧？当你有一天你到了北京，你去跟习近平握过手以后，你当天开始你就开始力大万钧，力大万钧，你知道吗？你就变成绿巨人啊，回来不得了啊，头大了好几倍啊，大头阵了，头大的不得了。所以他的人生开始成他的这个脑下垂体有产生了重大的这个机能的变化，你知道吗？发疯了！我告诉你，他已经认为他是武则天了。哎，跟习近平握手以后的感觉你不知道嘛？因为你没有握过，你没有办法体会。所以下次推荐让刘宝杰去握一下。所以他现在觉得他跟这个习近平已经比肩而行了。没有到比肩了。他说我有个靠山嘛。对。就像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面打架嘛，我突然间我一个小个子打不过人家嘛，我有个180公斤的挺我嘛。我靠，带种起来了，对不对？狐假虎威，没听过4个字吗？对，狐假虎威，他就是狐假虎威。习近平是不是老虎？是老虎，那他是我，他是一个肮脏的狐狸嘛，就那么简单一件事情。对，所以这个分析这个事情非常单纯。那至于那个 content 内容的部分呢，根本不用讨论。我请问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习近平或是北京当局有没有可能给国民党一个训令说？请你们去党军购，我可以告诉你，100%没有。可是为什么你知道没有吗？为什么没有？你记不记得毛泽东讲过一句什么话？什么话？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美国人是什么？敌人。还有什么？纸老虎。美国人是纸老虎，不要怕他。我就不怕你美国人，我要告诉你去党军购，怎么可能？中国人别的本事没有啊。北京当局吹牛逼，全世界第1名啊！打仗差不多到现在为止，整个200万部队里面没有一个人会打仗的。对，唯一一个打过仗的人关起来了，对不对？张幼霞，200万部队没有一个人打过仗啊！这种部队只会吹牛逼嘛？对不对？他们70%在吹牛，这吹牛逼的人怎么可能跑来跟你这个台湾的小太妹？对跟你示弱，哎，你就帮我党军购。那我就有代志，你别老大，看这个军购不要你管，随便你，你来吧，我跟你干了。那你这样讲我不懂啊。那如果这样没有北京的训令这回事，那没有北京的只有狐假虎威。那我如果没有北京的训令，我没有要你这个那个，当然没有啊。好，那我见你郑丽文干什么？因为我听到消息是，郑丽文去的时候，他不确定他可以见到习近平哦。他去的时候，他是忐忑不安哦。他前几天的时候，他是非常焦虑、非常不安哦。他所有的情绪开始放松了，是见到了习近平那一刻开始，就代表习近平你就算到了中国，我也没有保证会见到你，我也是对你进行考核，那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见你这个郑丽文？我为什么在前面我也不确定要不要见你？我要对你进行考核，那到底要考核什么？我到底要见你什么？我到底要跟你这个郑丽文表达什么嘞？宝杰，我讲一个我个人的例子哈，我们都不要讲别人了哈。我当年我在做关键上，在你上你的节目的时候，在总统大选的时候，那一年的蔡英文嘛，结果我去爆料了这个韩国瑜。对，我爆料韩国瑜当天呢，我就接到我北京好朋友电话，这个这个自己人啊，我说你妈不要报好不好？我第2天我就没有报了。我就会被人被告啊！我一路被告啊！我没有含扣哦。你以为我是怕韩国瑜啊？我是北京的兄弟的面子嘛，跟我哥们嘛。北京还有兄弟？我当然有北京兄弟也太多了吧？你听我讲完嘛，我没讲完嘛。所以我这2天北京把我吴子嘉报的这个，你看到央视不是报我的新闻吗？对，报你的美丽岛电视。还有人民日报报我的新闻吗？央视报我的新闻吗？就是报说。这个郑丽文的民调嘛，对，我就把这个东西寄给郑丽文嘛，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到今天我骂郑丽文骂了2个月，没有人打电话给我，
没有人打电话给我，然后央视还报我的新闻，这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代表他是个草台班子啊，他还在被考核中。对，谁会相信他？你不相信他，我不相信他，对不对？对。你以为习近平 IQ 比我们低啊？也不相信他。当然不相信他。他最重要的什么事情？所以我没有要挺你这个郑丽文的意思。你被骂就被骂了，你被羞辱就羞辱了，我没有帮你站。你还不是自己人嘛？你不可靠嘛？很简单一个咖嘛。你看我骂郑丽文，郑丽文敢不敢回嘴？你看别人骂是马上就回嘴，郑丽文马上就干回来，他敢不敢干我？他很清楚知道嘛。因为这中间我本来也他是个欺善怕恶的家伙嘛。我本来中间有一点困惑，说，你如果习近平去跟这个郑丽文见面，你不讲军购，你要讲什么？然后呢，你今天好，那我后来也慢慢理解这个事情了，因为你郑丽文回到台湾，那个很有趣哦。他说，你就算你接受3800亿，可是你若8000亿说你只要你的报价书来，我也马上通过，那就代表你也是接受美国军购啊。我打你个岔，郑丽文回台湾有没有讲一句话，说，这个赖清德为什么不能去非洲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赖清德不跟我郑丽文见面，所以习近平把你挡住了。有没有讲过这种不要脸的话？有没有这种结果赖清德去非洲了，对不对？就胡说八道嘛，他就是个没有实力的骗子，你懂吗？你刚才讲什么？他没有实力的骗子，他没有实力啊！你说他是台湾那个翁的话，他这个他标准的。他不是今天做翁楼啊，你认识他多少年了？我30年了。他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翁楼啊。他今天骗人，过去30年前就骗人。对，他本来跟我好朋友啊。他的当选党主席，我第一个采访他。对，我第一个采访他，对不对？我采访他之后，为什么我第一个跟他翻脸？因为他欺骗我，他骗我啊！骗你，他连你都敢骗我，他胆子很大，他傻瓜一个。没有人不敢骗的。他连我都敢骗了，我跟你讲，所以大家不要搞错了，我跟他原来是好朋友，后来跟他翻脸，翻脸很简单，因为我这个人很简单，你只要骗我，我一定跟你翻脸。对，他就骗他骗我嘛。结果有人最近问他，你怎么得罪吴子嘉干嘛？他说我没有得罪吴子嘉。他认为他骗我没有得罪我啊，对，他的感觉跟人家不一样，他的感知能力是不同的，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认为说这个不合理，他认为很合理的，他只要上王浅秋节目一讲，上光启节目一讲，对，这事情就一下天下太平了，就翻页了，翻篇了嘛。他说翻篇就翻篇了，就是翻篇了。就是他找纪灵，然后他跟你吃，还吃你这个韩国瑜豆腐啊？韩国瑜有那么脆弱吗？对，变成韩国瑜的问题了。是韩国瑜太脆弱，韩国瑜他脆弱。韩国瑜脆弱，韩国瑜硬的软的是你管得到啊？对，你个小太妹，你他妈说三道四。对，他怎么会就讲韩国瑜脆弱？韩国瑜脆弱跟这个什么关系？对，结果我看到 TVBS 还做了好大新闻，笑死我了，对不对？韩国瑜直接跟你讲说叉，我在讲难听的，直接骂你妈，这不就解决了？对，你算老几呀？妈，也就是所以你说。他完全没有那种道德是非感，也没有那种不好意思，我把人得罪了，我就是等于说这个翻篇了，他觉得翻篇了，对不对？我就问你，很简单嘛，我们大家检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我今天坐在这边讲这句话，我这2个月拼命骂他，对不对？他有没有回嘴？没有。我跟他，我在伟汉那边讲得很清楚，在你这边重复一次。郑丽文有本事来告老子，对不对？吴子嘉坐在这边骂你，你是骗子，你是小太妹，你要想当武则天，你来告我。可是我现在不懂的一点，这么简单，你看看你播出去一个字都不要给我剪。但我这也不懂，他敢不敢？我现在不懂的也是说，结果国民党没有一个人敢干他哦。国民党金无一人是男儿，对，没有一个人有妈的有那个 LP 的，40万人齐卸甲，竟无一人是男儿。就这种货，这种烂党，所以赖清德恭喜了，我跟你讲，顺利当选嘛。好，那刚刚讲到，你今天要对抗，你现在刚刚讲你不是一开始你现在是跟整个党团的冲突越来越严重哦。我们看到了昨天的那个党团会里面，关起门来这炮声隆隆啊。你看到了，我知道赖士葆以前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赖士葆都开干，赖士葆都说你现在讲说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多数支持3800亿的那个跟现实差别太大了。赖士葆以前什么时候这样子得罪过人？什么时候讲这么重的话？而且里面刚刚讲的是炮声隆隆，你把整个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搞翻了。你那么喜欢谈预算，好，那我就陪你谈一段好了啦。我本来不想陪你谈预算的啦。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事情，他到底有没有讲过不反对，有可能不反对8000亿这句话？他有没有讲过？没有。当然有，他在黄光芹节目讲的。不反对8000亿。他讲过。
有可能不反对8000亿。我们讲他谈过这句话啊。对，为什么讲这句话？为什么？因为古立言跟他碰面了嘛。他跟古立言要求什么？他跟古立言要求，他叫古立言去干什么？他要古立言去。他古立言到中央党部去，是他勾结去的啦。台语讲勾结，拜托。那国语就是拜托嘛。他就是要顾及他的面子嘛，因为他是一个有自卑感的人，有自卑感的人就到处要面子。那古立言就去了，他就跟古立言讲说：“我现在手上控制这个预算，这个事情，你让我6月份到美国啊，我的规格接待规格要高过于卢秀燕的话，我就给你过关。”就恐吓古立言啊，美国人可以恐吓的。当然不行，美国人专门恐吓各种恐怖分子啊！美国人专门恐吓，美国是专业恐吓专家。古立言，你看他客客气气、笑嘻嘻的。对。然后当天发生什么事情？古立言不讲话就走了。古立言第2天就回答他什么话？哎呀，我们的建议啦是希望你先通过这个预算，大家营造一个良好的气氛的时候，我们再来考虑你的要求。这是要求他的需求嘛？他的需求。那这个话我不知道原文啊。对，也就是古立言的回答，就是说并没有告诉你说我给你什么规格不规格，对，是你预算过了先过了再说，这是不是美国的标准的用语？这才是美国的态度嘛。对，美国会被你恐吓，我记得逮起了，根本理都不理你。好，那时候这时候是第1天，那个时候开始，当天晚上号召全军所有的立法委员回来投票嘛，3800亿开始了，知道吗？是古立言跟他答案以后 ，no， 没有翻脸，他就翻脸，那3800亿拿来翻脸用的。他一开始是不排除8000亿，对这个话我已经在黄伟汉那边公开过，在你节目再公开一次，讲错告我，很简单，我觉得很简单。吴子嘉，我们2个兄弟多少年了嘛？我被告多少次？我有怕人家告吗？没有吧？对啊，我现在跟你揪你，我就要 invite 你来告我，好了，要不要？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过。好，我就跟你讲这故事。所以他连美国人都敢恐吓。对，那消息来源是谁？我告诉你，我的消息来源，我现在告诉你，就 AIT 告诉我的。讲明的就是 AIT 告诉我的，对不对？你有本事你来告我，对不对？所以他坚持300更小灯秀气。我今天要求了，你结果打我一个脸以后，他的反击就是我要把你打回去。可是你刚刚讲就变3800亿跑出来了。你刚刚讲一个关键，的他说他跟古立言讲，我要去美国，我的规格要增加，我的规格要跟谁比？我要跟卢秀燕比。你这是关键哦，代表什么？卢秀燕现在是他的敌人。卢秀燕现在是他假想敌，那卢秀燕为什么是他假想敌呢？那个就扯远，就是讲总统局嘛。我们先把这段3800亿解读完毕嘛。所以这3800亿会冒出来重新复活的原因，是因为他求欢被拒，愤而行凶。听清楚一点，好不好？就这么个货色，他什么多高级、低级嘛？对，为了他自己去 shopping， 去美国旅行快乐一点嘛，就把台湾卖了嘛。军购预算是台湾的神息赌嘞，是台湾的生存的有关的一个预算呢。开玩笑，他把台湾的国家的未来跟台湾的生存啊，至于任何事情，至于他在他个人去旅游的这个快乐的这个幸福快乐的这个之下，对，就这种人，你们是不是有这种货色呢？正不正常？非常正常。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这种人，武则天嘛，你知道？好，武则天翻脸了，翻脸就开始鬼扯一大堆。但问题有一个人配合他，那个人叫做傅昆萁。傅昆萁是他的走狗，因为他答应傅昆萁什么事情？什么事？给傅昆萁当副院长嘛。因为江启臣当选他当副院长嘛，所以两个嘛就是狼狈为奸嘛。是啊，找了一个蠢老头嘛，一个笨蛋嘛，一个纪灵年嘛。你看他那天那个纪灵年的演出，还有那个小傅的演出，小傅还抓了半天，哎呀，将军啊，然后这个样子啊，全部是剧本，这是剧本，全部是脚本。你看什么不是脚本？可他不是讲说纪灵年是擦枪走火吗？什么？郑立文怎么讲？纪灵年跟韩国瑜2个是老兄弟，是好兄弟，这个东西他们自己解决就好了。这件事就翻篇了。第一时间，殷乃金出来面对记者怎么讲的？这个不代表党中央。当天，有没有听？你也听过？你现在没有跑国民党中央党部。
但是你有听说过有国民党的副主席要发言吗？没有，有听过副主席发言记者要留下来拍的吗？没有。那这怎么发生的？这是不是剧本嘛？是剧本，大家都知道是剧本嘛。他就是故意要用近邻年来羞辱韩国瑜，所以他一次打2个人哦，他完全第一个人是卢秀燕，他打他；第二个人是谁？韩国瑜打他，他一次打2个、哦，他一次打2个，这个是哦，这个所以我说大头病嘛。他以为他代表习近平，我告诉你，韩国瑜在北京关系也比你好，就讲坦白的，这也太大，大家都比卢秀燕跟北京的关系更好，你凭什么比啊？拿什么叉叉比鸡腿？讲不客气。不是我就不懂了，就是说你今天不是打卢秀燕而已，你今天也打这个韩国瑜，这个都是现在国民党真正有实力、真正有民意基础，而且是有自己粉的。你想打，你不担心反噬吗？而且你现在不断的去强调说这个国民党，你错了，他的领导风格，他讲过一句话，你们都没有搞懂。他说，在我的节目里面讲的，他说国民党都是羊，我要把羊变成狮子。对，他今天在讲这句话，对不对？完全正确。结果什么结果你知道吗？国民党还是羊，他变成狮子了。他一口一口咬，对，他把每个羊一口一口咬到肚子里面去吃掉。所以他的这个基本逻辑，我跟你讲，他是民进党出身的，所以你知道民进党出身的人有一个基本逻辑，我要再强调，民进党出身基本逻辑叫看不起国民党。你今天会看得起国民党，你今天会觉得国民党是个咖的，你不会去到了民进党内，你在民进党内生存久的人，你从根底你就觉得这群人妈就是废物。我昨天写了将近快100个字，写给柯志恩，我跟他讲说。我说我帮你找到一个必胜之道，你在高雄你会胜利，因为高雄人通通讨厌这个郑丽文，通通讨厌亲中。你现在快点去干郑丽文，你要跟党主席对干，你要干完了，你的民调马上提升，马上可以翻身。他说我还要适应一下，国民党不敢造反嘛，所以真的是造反，所以郑丽文吃定你的是羊。造反就可以赢对，就可以赢到高雄他就不敢造反有这种国民党吗？国民党的人没有造反的根据。你造反你要选高雄那个是几千亿的资源啊，你连那个贪念都没有，妈的恶有胆边生。你看我这个人多贪，你看他妈新竹有戏唱，我跳下去干你，对不对？管你什么帮派，就跟你干的，他妈的。结果侯友宜跟我讲，你小心点，不要被人家开枪侯友宜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是吧？我们别惊，我卡大尾，我大尾他妈的就大尾。所以我讲，我现在点名就是柯志恩不敢造反，而且如果不敢造反，结果我告诉你，高雄必败嘛。所以你说不要再选后面了。现在几月？现在几月？5月了。5月就败了，高雄就毕业砍旧了嘛，对不对？杀不敢杀嘛，只要杀一个郑丽文就变大伟。对，现在需要杀郑丽文是谁？因为输的人嘛，哪一个人输？柯输了，柯志恩嘛，对不对？柯志恩这一次最大的机会。所以现在按照美丽岛电子报跟最近的正传媒的民调里面，他都输10几%。没有，我没有，美丽岛电子报没有公布了哈，但是有媒体在传了哈，我也不否认。有这个民调了因为这个事情，这个差10几%你不要忘记在上一次陈其迈跟这个韩国瑜拼的时候，7月份让韩国瑜输多少%？好像快20吧。对啊，不是一样吗？对不对？他完全是那个82-3水灾的时候才跳的。那好嘛，就要有一个事件嘛。那你这个事件，现在老天爷送给你一个郑丽文，送给你一个共匪来打。高雄人看了讲你怕共匪在战的呀，一定和你动算嘛。所以你说对高雄人来讲，郑丽文等于共匪？当然是郑丽文本来就是共匪，说等于共匪，郑丽文当然是共匪等于100%共匪。对，而且是不守信用的共匪。我要共匪守信用，你不要搞错了。对，我大部分不一定了，我碰到的守信用，因为不太有人敢骗我了。对，台湾敢骗我的就是一个郑丽文。就郑丽文不是算共，所以郑丽文今天敢这样的民进党籍的共匪了，所以他敢这样的嚣张，完全就吃定了国民党，你现在不敢反抗。所以我今天讲，我说你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支持我的3800票，我这样讲，你们也没人敢反驳。不是这样讲，他说他的领导方式是陷害于国民党于不义，他把我们做股票有2种做法，你知道吧？
我经营公司有2种概念，一个就是把股票往上拉，对，拉股票这个你最近你每天谈股票，你都不知道还有另外一种做法，什么呢？把股票往下做空，做空做倒闭，做倒闭。你看台开不是倒了吗？对，台开不老邱倒了，在我手上，我把它结束营业，我把它搞下市，你看到没有？我狠不狠啊？我一口气都给你下市，然后到劳保局是申请，赔偿，的就业就是失业救济金，这我干的事情。又往上做是一种做法，很难做；往下做比较好做。这往下做谁会做？这郑丽文就是往下做，他的民调只有30%，对，23%，怎么领导国民党？国民党每个人都比他大位。那怎么办？他耍流氓嘛，很简单，把你做空嘛，对，把你做到倒嘛，做到倒，问题是你撑多久？我告诉你啊，28就挂掉嘛。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北京当局为什么要一直观察他？你知道吗？北京当局在观察这个问题。北京不是跟你在混那个口角春风，打嘴炮，少来这一套。北京要28年要把民进党干下台嘛。要把你国民党不能拿回来执政，你对我有个屁用？对，我跟你见面干什么？你谈那个150年的甲午战争，笑死人了嘛！谈那个干什么？他以为他有魅力。北京的我跟大陆交涉20年以上经验，他非常务实的不得了。KPI 是半年算一次的，我跟你讲，公务员算 KPI。对，你郑丽文没有表现，马上被你丢掉，丢包。我跟你讲，一点屁都没有。有多少国民党党主席在被共产党丢包的？对，那前面一大票，对不对？所以他以为他这套人台湾能够混，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好，一个总结。你既然喜欢谈这个，你喜欢谈这个军购嘛？我问你，民进党的军购预算多少钱？1.25亿，1.25兆，1.25兆。然后条件是什么？1毛不让，对不对？对。那会不会过？我现在不确定。好，我告诉你，不会。为什么不会？古立言怎么讲的？古立言肯定韩国瑜，对不对？就8000亿，8000亿啊！这古立言已经同意8000亿了、啊。古立言同意8000亿，你民进党还1.25兆，对，那什么意思？就表示你民进党不想过嘛？为什么不想过？当然，当选举使用，你国民党挡我的党预算，你国民党舔共，对不对？抓国家预算，故意挡我军购。民进党党军购这个帽子被国民党扣上了没有？扣上了嘛。所以那民进党有想过吗？没有想过啊。民进党没有想要过军购预算。第一个，因为他是想选举嘛。对。那好，那第二个，我需要一个帽子，我需要帽子。他只要帽子，扣帽子，他没有要选举，他没有要买军购。那曾立文呢？3800亿，要不要过？也不过啊，也是不要过啊。那民众党在哪里？不重要，人间蒸发，对不对？只有一个人想要过军购预算。我跟你讲，古立言，美国人要过军购预算，古立言，古总督，因为那是看他的 KPI， 不是跟他没关系，他一直口总，我不知道是吧？因为我们的总统这种事情是总统要跨党派协商，对，负起责任。这个总统为了国家的安全，要扛起忍辱负重。要跟郑丽文碰面协商，党团沟通，要努力去完成这个预算嘛。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总统。我们这个负责任的总统没有干这个事情，跑去解汤啊嘛，对不对？他妈这个做汤啊做到妈非洲去了嘛。那这个总统不负责任啊，结果嘛，把国防外包了嘛。外包给谁？外包给古立言了。那古立言凭什么资格来管台湾的国家预算？古立言有什么法定立场介入这些的沟通跟协调？没有，一点资格都没有。他跑进来了，对，那他这一次进来了，下一次别的事情可不可以进来？当然可以。那不莫名其妙，台湾就多个总督啊。那你自己把国家的主权，把你民主的核心的国民国民付给你的这种赖清德的 mandate 的那种力量跟授权，你把它让给古立言，这个罪魁祸首是谁？赖清德嘛，我还再讲一遍嘛，那宁愿去解汤啊，也不愿意来搞嘛来1.25兆预算，这就是今天台湾的政府不负责任的结果，
才有郑丽文这种怪咖跑出来。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抖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好，那现在呢，民进党他们就说，因为绿的人一直拿不下了台北，然后呢，他们就一直把台北说是这个天龙国，一直说这个台北这个非常非常烂。我一再强调，台北没有那么烂，因为这样的，从2014年开始。台北是国民党单一的候选人，在1对1的选举里面，从来没有超过45%，大家都在41%跟42%之间。然后呢，蔡英文在台北市2次总统大选，他都是53%、52%多，都是以压倒性的优势。甚至美岛电子报民调最近有一个民调非常清楚，就是这个是美岛这一次做了引起了很大的一个所谓的讨论。中国对台湾主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如果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或特区，就像港澳跟中国的关系一样，两岸以后不会发生战争，你同不同意？能接受居然22.4%，不能接受68.2%，22.4%大概就台湾400万人。那你如果看到这个数字，你们讲那双北是天龙国，一定双北接受度很高，没有？你如果再看到了交叉分析，新北市能够接受这个说法的，整个台湾接受是22.4%哦。新北能接受只有15.59%，台北市只有16.61%，它在全台湾都最低哦。也就是说，刚刚讲的，你全台湾可以支持做所谓一国两制有22.4%哦，你全台北市新北只有15.5%，台北市只有16.1%，完全不能接受哦，完全不能接受的哦，不能接受的新北73.73%。台北是76.8%，也是全台湾最高，这比你高频高哦。就是说双北不能接受一国两制的都高，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要讲很不能接受，很不能接受，就是我态度非常坚决，我非常坚决，是我不能接受一国两制。台北是多少？是67.1%，新北55.6%，这个也是全台湾最高的哦，就代表双北人是对一国两制最不能接受的。所以你如果今天郑丽文这样搞，你害到的是整个双北的选情，郑丽文害到国民党的全国的选情，全国。但是这个议题啊，我们要做另外一个解读了。我现在请问你了，如果台湾有400万人能够接受一国两制，台湾不是一国两制哦，讲清楚哦，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还有变成中华民国的一个省或是特区，像港澳一样，我们讲很清楚哦。就台湾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啊，我们不要讲一国两制，这样比较清楚一点。一国两制大家听不懂嘛？台湾省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被香港了。被香港一个省主是香港，台湾省，港澳算是特区。我举例，我们的问题是这个问题，香港也可以，澳门也可以，一个省也可以，就是变成这样子。然后不要打仗，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我用打仗来逼你台湾人的话。台湾人会愿意接受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台湾人怕恐吓，只要中共恐吓台湾，两手策略，一边施压力，一边恐吓，然后一边怀柔，一边绥靖，两种力量。郑丽文就是干这个绥靖的事情，他干共匪的事情，就在那边吸收大家去当共匪，然后强调我要和平，要和平。郑丽文每天讲他得和平诺贝尔和平奖，他要当他妈的。到国安局去当他妈共匪，妈的压起来拷问比较对的。对他应该到木栅，不是现在没有木栅，应该到北检去压他。就是警美了，不是木栅。一个北检把他抓起来比较对。好，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两手一边400万人哦，你知道吧？好，那400万人会不会成长？我是习近平，看这个数字，我告诉你，军事上再施压力，再恐吓，文攻武吓的结果。会让有400万人愿意当中国人，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那我如果再过10年，这24%、22.4%变成40%，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很简单，这个数据就会鼓励北京，会在鼓励北京做一个非常清楚的事情。台湾人用恐吓的会投降，这个很简单啊。你刚刚讲的是台北人很坚定，对，我跟你讲，台北人比较有钱啦，像我这种人啊，如果是老共来的话，我就贼汤啊，我就跑去了，我就到我第一个跑到日本去了，你知道吧？我已经想好了，想好了，我日本那个什么与那国岛，与那国岛比较快嘛，100多公里嘛，我他妈的我就买条船我就去，我要买船去可以吧？
我揪你一起去，你家全家一起来，不是这个搞什么嘛？这个国家搞成这个样子，我现在讲的意思说，鼓励中共，不是武力犯台哦，他不犯台了，对，犯台成本太高了，恐吓你，他用恐吓你，然后你的这个你会怕的，居然会接受一国两制，会接受变成就港澳化，哎，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台湾呢。你看看多的地方在哪里？还有多少地方在哪里？其实多的地方在哪？在这中彰投桃竹苗，对，中彰投中部啊，中彰投桃竹苗，中彰投都是啊。对，所以我跟你讲，我的意思就是说，台湾人没有那么坚定的。当台湾人不坚定的时候，再出现郑丽文这种祸害的时候，这个不坚定的意识会松动的。所以这个灰色作战，郑丽文是代表一个灰色作战的一个引导者，他是一个灰色作战的战士。他是一个帮北京打仗的一个咖嘛。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提高22.4%的百分比，对，这才是真正的中共的一个长久看台湾的一个策略。他不会因为打仗，美国打伊朗一打300亿美金干掉了嘛，打仗太贵了，可是呢，来收买的话便宜。恐吓的好用，恐吓更简单，恐吓他每天在那边游泳啊，飞机飞一飞啊，你就怕死了，就表示台湾人很孬嘛。那这种数据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说台湾人用恐吓会投降。问题在这里，然后在看到这种数据的时候，我们的总统，我还再讲一遍，跑去解汤啊，就没有办法帮我们争取一点我们的安全感嘛。然后我们的军购需不需要预算？需要预算，当然要预算啊，就表示说老子跟你干嘛。然后郑丽文在什么反其道而行嘛。然后总统有没有想要买？没有啊，就我们的领导者没有一个领导者，不管是赖清德或是郑丽文，都在。看起来是做相反的事情，其实他们做相同的事情，都没有积极推动军购预算，搞到老共觉得有400万人想说，哎呦，这个政府不可靠，干脆我投降算了，就有很多有这种放弃跟随性的想法。对，但是我比较好，我要跑掉。所以我会这样讲，所以你在看政治就很有趣了。你在看政治，常常会看到那个政治的底层的那一边，就你不是看到我们常讲听其言观其行。你其实常常是说，我这听其言就是听听算，它是真正的关键在于说，你这样的一个动作会引导什么样的结果，而那个结果才是你真正的用心嘛。对，所以你看你不意外嘛，对不对？这个数字你不意外嘛而再过10年，中国大陆会更大嘛。台湾可能台积电10年后移到美国去了嘛。我们的护国神山，护国神山太不理你的啦，他什么都有嘛。所以我如何找到一个我们生存的之道？我们现在回来看到，像这一次的川习会嘛，我们的交通部的我们的外交部的这个政务次长已经讲了嘛，台湾有可能变成川习会的菜单。对，你昨天看到这个事没有？这件事情其实非常严重。怎么有这种外交部次长呢？你这个混蛋嘛！你要告诉我说川习会很危险，我们要怎么样对抗嘛？对，就要告诉我说我会变成菜单，那你变成菜单了，我吴子嘉跑掉了，我跟你变菜单，神经病了嘛？因为台湾问题一直都是中美问题之间最敏感的、最敏感、最隐晦不能谈的那个部分啦，要上桌谈。它非常敏感，但是它以前又非常隐晦。然后所以呢，这一次非常特别的是在川习会的是两边都同意哦，中国跟美国都说我这次的川习会有三大主题，台湾、经贸跟伊朗，就这3个现在要透过川习会来谈，可是从来没有把台湾当成了我谈判桌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议题。之前习近平在在这个所谓的拜登总统的时候，曾经希望拜登讲过一句说，你反对台独，你只要讲反对台独，我很多东西可以配合你。拜登政府是否认，他不拒绝。拒绝之后，大家会担心说，你这个同样的东西会不会要求川普来继续做？那你就再带到了台湾现在这个反军购，你台湾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会不会让川普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让我们台湾人非常惊讶的东西？我应该反过来问你一个问题了哈，如果习近平跟川普达成用一个交易的方式，请川普，因为在结构上要改变台美关系不可能，军售不可能，台湾关系法不可能，他美国国会的要经过美国国会通过的任何一项不利于台湾的这种法令都不可能。但是他可以要求川普在吃饭的时候用嘴巴讲，
哦，现在用嘴巴，不是用炮火，不是用枪炮，用川普的嘴炮告诉你说啊，我反对台独这4个字就好了，他讲这4个字就好了，就 oppose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对，就是现在是 suppose 把它变成 oppose，就是一个英文字的一个字义的转变而已。对，那这个会对台湾构成多大伤害？这个有多大把伤害？台湾，那第一个，你民进党台独党纲要不要丢掉？因为你台独在台湾是一个遥远的方向性，我们有一个方向性指向，就是说我们现在不主张台独，可是台独在我们台湾人的心目中还有60几%，就是我们知道有一条路，有一个梦在前面，我们有一个大的方向在走。郑丽文的方向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有不一样的方向，但是我们绝大部分有7、8成，甚至于到9成以上的人的方向是偏向中华民国式的台独。可是如果今天不是如果，你认为川普跟习近平会谈台湾的议题的时候，没有可以讨论的议题啊！我算了半天，没有可讨论的。对啊，有什么好谈？只有一句话可以谈，就是要请川普讲反对台湾独立。川普说美国反对，川普反对台独就好。对，也不要别人，川普反对台独。可是我现在非常困惑的是说，那现在中国还有那好，那我要问你，这会变成什么结果？什么结果？如果讲这句话出来的时候，那怎么抗中保台？因为你反对台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啊，就是你被中华民国啊。那你的抗中保台，就民进党坚持了将近有10几年，从2000年从阿扁到今天了哈，对不对？2000年到现在26年嘛，对不对？26年的时间，包括马英九都在反对一个中国。马英九也是一中各表，一中各表，都是反对一个。那今天如果搞到变成了一个中国的这个，不，我不想要这两个东西，就是说就川普所有的政治利益上来讲，他不可能去接受一个中国。他如果接受一个中国，他连介入台湾的空间都没有。比如说，你今天如果你，我没有说要介入中，我没有说要接受一个中国，他不可能接受一个中国。我问你，那反对台独是什么？那反对台，我现在不知道最后的东西。但我的意思说，反对台独就2个选项，你知道吗？剩下2个选项，你在法理上不能谈，不是，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对啊，就这样子啊。那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个就是现在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就变成中华民国台湾好了。那就蔡英文做的、啊。那我们的所以国民党当时一直在骂说蔡英文你借壳上市，他现在就是借壳上市啊。就剩借壳上一条路。他其实在借壳上市，就是剩借壳上市一条路。这就是那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那我现在请问你说赖清德怎么办？赖清德就是要搞台独到底的人、啊。没有，我不觉得在赖清德抗中保台里面有没有有没有反抗中华民国？没有反抗中华民国、啊。不是，论述会有新的叙事方式会出来啦。那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台湾有人做准备嘛？请问你有没有人做准备嘛？我倒不觉得说你今天在这个语言上面，因为刚刚讲的，你今天有台湾关系法，你今天的这个军售这个东西不会变，而且你在这个所谓的美中的这个大的这个棋局里面，你要知道，我看美国的所有的做法，它不会都是临时起意。你如果要看美国的整个这种政策，你要去看它的很多的宣言或者的主张，你要从么样？不会改变，不会改变。刚才讲2025美国国家安全不会改变，不会改变，同样不会。我只问你很简单，川普这个嘴贱，川普比的话，川普比郑丽文啊，比郑丽文更坏，对，好不好？川普更坏，川普一定会出卖台湾，这是我相信川普会出卖台湾。好，我因为这个事情啊，我来这个节目之前，我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啊，我认为他们会改变啊，会主张台独，大家有空到《美岛电子报》去看一下了啊，看我对整个事情的推演。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台湾重要的新闻人物啊，有关这个有可能在5月14号的川习会当中有发生这个川普提出这个反对台独的主张的时候，我们台湾要有一些因应的措施啊。这个因应的措施对民进党会限缩了我们台湾的战略空间。对，我觉得你要去看美中的关系，你要去看2个地方，你要去看伊朗，你要去看乌克兰。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今天很多事情搞不定，我必须要中国介入来搞定这件事情，中国在这上面就有发言权。现在在俄乌战场上，你很清楚了，现在是俄罗斯节节败退，他现在在第聂伯河那边本来占领的领域，他现在都退到第聂伯河的东边去了。接下来就看到伊朗，如果伊朗我们现在这个外面的讯息很乱，你到底搞定还是没搞定？
你如果搞定了，没有中国的份，没有中国的份，川普就不需要你中国，所以我跟你谈判中间，我没有要去理你中国的。可是如果伊朗没搞定，有中国介入的空间，那个对台湾来讲才是比较麻烦的事。我现在告诉你答案就是伊朗没有搞定。你觉得伊朗没搞定？已经把伊朗议题放在台面上，请中国协助。这个已经有美方所以你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台湾问题跟伊朗问题是要绑在一起看的。不，这个我当然知道，这是我们两个基本。我要请教你，这是我们两个基本功嘛，对这个是基本功，这是全球现在有好几个大的议题，因为没有中国介入，他没有办法处理伊朗问题嘛。因为中国介入，中国是他最大的买家，中国如果在买，可中国会帮他多少的可能性其实不大嘛。那这个问题要解决掉的话，当然中国是关键议题，因为中国在中东也有非常庞大的利益，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啊，包括阿联酋啊这些啊，他那些海湾国家对中国利益很大，所以中国是有海湾国家利益跟有伊朗利益，所以他才有基础请中国来帮忙。但是因为请中国来帮忙的时候，他把那个台湾议题套进来的时候，你台湾议题就变成一个筹码菜单，变成一个菜单的，变成 menu。那菜单的东西来讲的话，不可能有碰到实质上的结构问题，那个碰不到，因为中美的冲突跟结构性的斗争，未来20年之内不会改变，所以他不会在这上面没有能力。川普是一个交易型的人物，他希望什么事情都可以交易，但是他没有能力做台美的，做中美对出卖台湾这个事情，因为那是一个法律，在法律上做不到。法律因为台湾的关系法是一个法律，他完全不是，包括现在的国会的架构了。对，因为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你知道一个笑话吗？我现在顺便补充一下，你刚刚喜欢谈的郑丽文，古立言告诉国民党，告诉这个郑丽文的理由是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不能接受他的条件？他说，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议员现在选举，那所有选举的议员不愿意跟亲中的领袖见面，所以你定掉了郑丽文是亲中领袖，你在亲中领袖共匪啊，你到了美国就不会受到欢迎。对，不，等下拒绝接见，所以重要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国防委员会的主席啊，外交委员会主席，重量级的，他们的理由其中一项是不愿意跟亲中，因为我现在选举啊。对。所以表示美国人对中国的是反感度很高的啊。可是在这件事，所以郑丽文刚好被拒绝理由包括这一项啊。我就跟你讲，所以在结构上不会有改变。可是川普不一样，川普这个人呢，自私自利啦，他为了他美国或者自己的此行的利益来讲的话，他一定会出卖台湾。对，那出卖台湾程度很有限，就是在口头上的出卖。那口头上出卖就足以对民进党构成非常大的打击，所以我认为说他很有可能会发表反对台独的论述。那他这样口头的出卖，北京会买单吗？因为你要北京买单，北京也同意，那你今天川普才会把台湾卖掉。你卖掉的代价是什么东西呢？不，他当然不是他如果川普讲这个话的交易的东西，当然一定是他目前他现在目前的交易的项目嘛啊。那当然，你说是不是能够换到伊朗？我觉得换不到，伊朗换不到。但是换什么买个几百亿的东西啦，买500架飞机啦，这类事情很好。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川普去见习近平的时候，如果没有跟伊朗达成协议的话，那个时候很憋屈的啦。所以他今天 Rubio 有开记者会，我有看，然后我也看到说川普也有宣布说他们现在，因为他的那个在美国国会的60天时间到了嘛，对，60天，有一个总统授权的停战期已经到了，所以他宣布这个所谓的这种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全面停止嘛，现在开始要一个成功计划，他下面有一个新的计划出来了，那新的计划是不打仗的，是搞威胁的，然后航母要准备撤出中东了嘛，然后航母撤出中东的时候，那问题来了，那你到底你这个。你现在多可怕一个国家！你现在在荷姆斯海峡，你到底能控制？你一个不是光荷姆斯海峡的问题啊，光一个荷姆斯海峡已经够可怕了，它还有制造核武的可能性啊！如果它有核武，又有荷姆斯海峡，那么全世界被它威胁，我靠，他们这多可怕的国家！所以现在今天的这个谈判的关键点就是，那
这个技术来源是谁的吗？中国的，当然中国嘛，中国的卫星，中国的商业卫星的资源，中国的兵器的资源，全部都资源给他了嘛。所以中国是等于是半公开的跟老美在干嘛，他也没有跟你客气，对不对？好，所以他这个就是核战两手策略啦。那目前川普手上没有牌啊，川普不可能就答应他卖什么 GPU 啊，对，不可能卖不能卖辉达 GPU 啊，所以只有台湾这张牌。那台湾这张牌在历史上而言的话，在习近平的这个在对台独斗争这部分来讲的话，会取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胜利。这个习近平要。所以你就讲着这一次的川协会，你需要高度重视，就是这个东西对台湾来讲就是至关重要。但是我认为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的空间是被压缩，因为我在民进党内的主张就中华民国派嘛，我本来就不认为说台独党纲是一个有意义的东西，就是说你台湾要，因为反而讲说台湾会可能更危险，但是台湾要装进自强的必要性更高，台湾的对军火对购买军火的需求更大，台湾要自行发展无人机或无人作战能力，我们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的这个更大的投入，变成要靠自己，因为美国人不可靠嘛，而且美国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这些拦截弹都打完了嘛，美国未来7年当中，他没有办法要提供我们这个爱国者飞弹或防空武器。所以未来几年当中，台湾要靠自己。那2030年之前到2035年之前，中共确实有犯台的企图心嘛？因为它条件越来越好，因为美国越来越弱嘛，所以用不对称作战的我们自己装进自强的这个努力，我们国家的领袖应该要自己本身要去投入，而不能够交给古立言来干这个事情。那古立言干的事情就是叫我们去买嘛。那我们应该要做嘛，研发再研发嘛，这才是台湾唯一的出路。好，那你现在讲的最后一个关键就是刚刚讲，不管是3800亿或是8000亿，其实都没有这个所谓的无人机自主这个计划，而且无人机自主计划不管商购了或者这些私购了，这些东西都是在那个另外的顺便。其实现在台湾美国是愿意把很多的这个无人机的技术给台湾的，那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台湾没有办法发展大量的这个无人机。台湾现在今天讲《纽约时报》今天都写了。《纽约时报》今天写，今天在乌克兰战场上很多的无人机是跟台湾有关的，特别是他现在做了很多的不需要这个遥控的，就是说真的有 AI 功能的那个晶片，那都是台湾做的。那代表说台湾在这一块里面我是需要钱，可是国民党刚好又把这一块。宝杰，我要打你一个岔了哈，我们要有一个国防的观念，要做个重大的转变。主要怎么重要？因为我们不能再用，我们是一个穷国，我们是一个小国家。美国是个大国家，我们不能用美国那种浪费金钱的那种富人的，他是非常有钱的国家，他可以拿他的这个800万的两颗飞弹去打一个无人机啊，800万美金去打5万块的无人机，这种事情台湾不能干啊，台湾唯一的出路就是干什么？台湾要认清楚自己本身，我们是一个没有钱的国家，我们不能用美国模式来保卫台湾。你要讲我们是一个资源有限的国家，我们要用台湾的模式，台湾的省钱的模式来保卫台湾。所以那台湾要靠自己的科技，我们有很好的半导体，我们有很好的机械工厂，我们有很好的我们有很好的这个所谓的民间企业。那为什么台湾搞了几十年？我告诉你一个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大概在2015年的10月份开始，这个最近几个月了哈，我看到这个以色列已经供应这个雷射炮给阿联酋，能够打10公里，然后每一发炮的成本3块钱美金，3块钱美金，然后一次可以打到锁定120发，120架无人机。所以它的雷射炮已经有，台湾也有台湾有几个机场都有架设。我们台湾的发展雷射炮50年哦，结果以色列已经发展到10公里的射程哦。台湾多少你知道吗？多少？1公里。所以你就知道啊，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的中科院不弱哦，可是我们的将军想当官，只要去拍赖清德马屁，赖清德的秘书小姐可以跑到这个阅兵现场啊。就是军没有要打仗，没有要求生存嘛，
只想要当总统嘛，新潮流只想要贪污嘛，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啊。没有人，台湾像以色列吗？你看以色列会有这种数据吗？不会，以色列跟你拼到底嘛，狗力戏嘛，对不对？就台湾什么玩意儿嘛，对不对？他还搞个郑丽文，还公开讲他得诺贝尔和平奖，然后看到习近平跟看到他爸爸一样，对不对？就这种，所以台湾的问题是出自于政府非常无能，我们的军方一点这种求战的意志都完全没有。那这种国家。一般要碰到什么？碰到灭国的时候，卫国战争，国家快灭亡的时候会觉醒。我们台湾还有碰到灭亡有觉醒的机会吗？我非常担心。还好我已经70岁，反正我要绕跑了。好，到最后问你一个东西是，这次你看到郑丽文后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支持力量，就是黄复兴。你像纪凌莲过去是黄复兴的这个所谓的主任委员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现在不懂的是说，这些人。过去都是以反共著称的，你受的都是反共教育的，怎么这群这黄复兴的人现在变成了，你是极统极先锋，而且你现在所有的言论、你所有的发言、你所有的态度、你所有的立场，都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嘞。你有没有发现？变这个样子？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匪谍的价格很便宜啊，真的对，很便宜。当共谍都是2万块、3万块，还有2000、3000就当共谍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当共谍呢？这个问题很简单，是台湾本身的问题嘛。你现在军人你有没有照顾嘛？他的军人的从意识形态上，到底为何而战嘛？他到底是要为中华民国而打仗，还是他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嘛？我看的都不是嘛。赖清德一当的总统以后，他的军人、他的警察那么歹来没啊？这地狱嘛，然后地狱观念嘛，然后都只想求官呐。没有一个人想要真正救国了，台湾救国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搞得大家不是有台派吗？台派不是要救国吗？台派哪里有救国？台派在害国啊！台派在搞台独啊！所以这次如果被川普干掉以后，可能会是一个转机了。但是我认为领导人的企图心非常重要。我不认为因为民进党你看得很清楚嘛，民进党每天搞的东西最优秀的新潮流嘛。现在有新潮流，有几个人想要救国？你看到了吗？你看到有当年许信良他们那种爱国的这种心胸吗？有真正爱国的领导人吗？国民党哪一个人有？你告诉我，没有。这个国家非常危险。好，那所以刚刚讲的，吴总在对我们的节目后，我们跟他聊天的时候这样讲：全世界是一盘棋。你在看到这个全世界一盘棋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那个跟你无关，可是它跟你完全的密切相关。因为现在伊朗刚刚讲。这一次，川普跟习近平他们在谈判桌上面谈的就3件事情，一个就是台湾，一个是经贸，一个是伊朗，代表什么？这代表这3件事情是环环相扣的。刚刚吴董可能认为说，你的经贸问题可能会逼着这个我打台湾牌，也可能是伊朗的问题逼着打台湾牌。可是不管怎么样，台湾牌现在已经变成了川普跟习近平桌上那个菜单了。过去我们刚刚讲，美国的国务卿曾经讲过一句话：你要么就当这个吃餐桌上面用餐的人。你如果不当用餐的人，你就会变成菜单，变成菜单，你就会非常惨。那如果台湾现在变成菜单，我们该怎么办？怎么能扭转这个情势？还是做，然后不然对台湾来讲会有多么可怕的伤害？非常谢谢吴总今天参与我们的讨论，谢谢吴总，谢谢宝杰，谢谢大家，谢谢。非常谢谢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们都会来仔细的阅读。我们非常谢谢施娜77，你说谢谢我们的制作团队的精良内容，他小小心意，我们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们也会努力的来制作您喜欢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后呢，你说谢谢我的用心访问，你谢谢洪医师认真教学有关肾的健康这个知识。现在对于这种健康医疗是我们在网络的部分非常认真要耕耘的一块。我们当然希望台湾未来是一个强壮的国家，台湾未来也是一个伟大而这个健康的国家。另外，我们也感谢了这个 QB Jackie。那你说我们导正了台湾往正向的道路的无形力量，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相信说，走对方向，走正确的路，
比什么都还重要。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个 Albert 王，他说你深有同感，从大中小去观看事情，希望能够找到不同的产业来说说他们的成长趋势。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整个产业趋势是呈现一个大爆发的状况，现在连韩国都非常的紧张，所以未来我们也会多报道这种产业趋势。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成长。另外就是非常谢谢林立清 D2S， 他说你现在看到了伊隆马斯克的打不败神话，现在台积电的50公里的强大供应链。我们现在也会针对这些国际趋势，而且在整个国际变化的当中，台湾我们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然后，那我们也看到了，另外就是这个 Lovely 这个您提到的，就是说。感谢我们精辟的见解，把台湾的情势诠释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方向。因为台湾一直在往前走，台湾的往前走，我们要相信台湾。另外就是这个所谓的7-5里面，你特别就是感谢，我们也感受到您的这个对我们的肯定。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另外就是这个蓝静，您说谢谢我们制作优质的节目，他是一个退休人士，支持台湾，我们也希望整个台湾一起来进步。另外就是这个 Boy K， 然后呢，你说谢谢我们提供这个内容，然后您说您是政大传院的学生，我们也非常谢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非常努力的来感谢您对我们的一个喜爱。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说很久没有看到宋老师了，那就是宋国成宋老师。那你当然我们在两岸国际之间，我们也会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甚至就是一个 Helen Tan。然后呢，你说谢谢明老师，明老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访问的来宾，未来他也会定期来上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喜欢我们也会非常认真，我们非常感谢，因为这么多人喜欢我，对我们来讲那是一种责任，那也是一种我们需要的这种所谓的使命，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些工作做好，谢谢。